大家好，我是邱炳，我现在在山西。之前我们看到很多寺庙或者道观，它供奉的人物是不一样的。今天来的这个地方比较特殊，它是祭拜那个古时候死去的将军或者士兵，叫做骷髅庙。听到这个名字，大家是不是感觉很瘆人？据说在这座骷髅庙下面埋葬了10万个骷髅，这个感觉是不是很恐怖啊？那这里呢，就跟2000多年前一个大的事件有关。我们现在就来了解一下这个骷髅庙是怎么由来的。这里就是骷髅庙，现在是大门紧闭。不过呢，据了解，这里有一位老人在这里守护。等一下，我们看看能不能找到他，让他开门，我们进去看一下。这座骷髅庙是位于山西省高平市的谷口村。这里尽管说是一个普通的山村但是它的前身、它的历史可不简单。这座骷髅庙是唐朝唐玄宗时期建立的。为什么他会选择下令建造一座骷髅庙呢？因为听这个名字都感觉不太好的，这就是跟这里的一段历史有关。在大概2000多年前，这里发生了一场大规模的战争。我们知道，在古代发生战争的话，那么结束之后肯定是死伤无数。我们去年在山西运城可以看到一个玉璧城遗址，那里呢还掩埋了很多白骨，现在都能看得到。因为那里才是几万人，而这个地方呢是几十万人，所以说在这附近呢还是有很多白骨。那么在这个寺庙下面呢，以前呢是有很多那种骷髅的，从而呢唐玄宗了解到这段历史，他才下令建造的。因为那个时候这附近是没有人居住的，你想一想，发生了大规模战争，这里死伤了几十万人，当地的老百姓肯定是不敢居住在这里的。那么这个村落可以说是唐玄宗下令建造了这座骷髅庙，那当地才有人居住，也可以说是唐玄宗下令迁了一部分人过来。这就是骷髅庙的来源。在我们中华大地各个角落，在以前都发生了各种各样的事件，这个地方也不例外。特别是山西、中原、陕西，那个故事就更多，历史也更多。现在呢，我们就准备进去看看这个骷髅庙，了解一下那段不为人知的历史，也可以说是一个个悲壮的历史。骷髅庙，找到当地的村民，这位大爷帮我们开门，他可能也是去干活了，因为身上有很多泥土春天来了，大家都要开始干活了。大爷，您今年多少岁73了。73。您是一直守护着这个庙吗？一直守护着。守护了多少年20来年。20来年。它这个叫骷髅庙是有个什么说法呀？骷髅庙就是说人头吧。它这个下面现在还有很多人头吗？骷髅吗？听说里面有10多万个骷髅是吧？有。那这个庙是谁下令建的？唐朝的李隆基吧。按照这位大爷的意思，是当时当王爷的李隆基来到高平，看到白骨遍野，触目惊心。于是呢，就下令当时的县令修盖一座庙宇，以祭祀战争亡灵。庙建成之后，择其枯骨中巨者，立像为骷髅王，所以这个庙呢叫做骷髅王庙。此庙是我国唯一祭祀阵亡将士的庙宇。还有一种说法是，李隆基当上皇帝之后，他巡幸山西而发现这里，下令建造的。反正不管是什么时候，都是属于李隆基下令建造的。当时建这个庙之前，这里没人住吧？没人住。不敢住啊？不敢住。是有了这个庙之后才有人住是吧？那就是这个地方以前是那个长平之战的地址。就这附近都是都是。这个庙看起来是不大，它是坐北朝南的。晋升医院现在有建筑呢，是正殿3间，东西耳房、东西厢房。正殿是清代遗存下的建筑。我们刚才说骷髅庙是关于2000多年前的一场战争而才有这座庙宇的。它主要是因为在2000多年前，这个地方呢发生了一场大规模的战役，也是我们耳熟能详的，叫做长平之战。这个是当时的秦国和赵国进行决战的地方，就在这附近呢。因为40万大军，包括秦国还有几十万大军，那么加起来累计可能有上百万，就在这附近那这里算是主战场。当时赵国的那个将军是廉颇，
秦国的将军一开始呢不是白起，是另外一个人。那双方呢在这里打仗僵持不下，因为那个时候几十万大军考验的还是后勤，两方面的消耗都非常大。那秦国的后勤呢，它是要从秦国以及巴蜀地区运到前线。那赵国呢，它后面就是他们的都城，所以呢粮草相对来说运送的方便一点。长期坚持下去，不管是赵国还有秦国，可能都坚持不住。于是在这个时候呢，秦国换将，换成白起，不过呢是秘密更换，因为说要想着决战。那赵国当时是廉颇据守不战，但是他的粮草啊也快支撑不住了，因为几十万人一直在前线，整个国家都为这场战役努力。当时赵国的国君，包括那些大臣，也都知道这么僵持下去是没有办法的。那这个时候呢，白起呢用了一个反间计，说廉颇怕了，不敢打等等这些。那赵国国君就相信了。尽管说史料记载是赵国国君相信的，但其实是当时赵国的国君，他也确实想换掉廉颇，因为他没办法，他国家也快支撑不下去了，他也要进行决战。如果继续用廉颇的话，最终赵国没在前线赢了，在后方可能就崩溃了。于是双方都一拍即合，都要进行决战。于是赵国就换成了赵括，这个是一个小将，他也是那个世家出身的，从小识读兵书。当时很多人推荐了赵括，他来到了前线之后，就想找着秦国决战。其实当时整个赵国的上面都知道，只有决战一种方法，决战有可能赢，也有可能输。如果不决战，那基本上就没有希望了，都会崩溃。秦国呢是经过商鞅变法，实力越来越强盛，到了昭襄王之后，又拿下了巴蜀地区。那个时候还有巴蜀地区作为粮仓，他的实力是远超，他的实力是比赵国更强的。当时他都快支撑不住，何况赵国。于是呢，在前线就爆发了这场战役。但是呢，赵括呢毕竟是没有经过那个战争的洗礼。我们都说一个将军，你要变成一个统帅，一定是在各式各样的战争成长起来的。你像廉颇也好，白起也好，他们一生是经历了无数的战斗才成为统帅的。那赵括下场结局可想而知，最终呢他失败了。当时他们的赵军40万呢被白起包围了。那赵括这个时候呢，一是决战，另外一个呢他也在想尽办法要突围，但是最终失败了。当时呢赵国的士兵啊最终投降了。但是这个时候啊，白起做了一件非常让人不理解、不可思议的事情，就是下令坑杀40万赵军。那坑杀可能有几个因素啊。第一个就是说，当时秦国实行的是军功爵制度，比方说打仗，你砍下一个士兵的头颅是升1级官，2具、3具、10具这样，官职又不一样。你砍的头颅越多，那么你的爵位可能越高。所以当时秦国的士兵啊，被称为虎狼之师，就是这样的，因为他们有动力嘛，这是一点。还有一点呢，就是白起呢，可能受到了当时秦昭襄王的命令啊，因为秦昭襄王知道，我如果把这40万人，包括白起也知道，这40万人的吃饭都是一个大的因素。还有呢，你如果说放回去了，这40万人呢又变成秦国的主力，如果是自己运动的话，有大的成本。于是呢，好像他们就对这个赵国的士兵啊进行坑杀。所以在高平之这附近呢，以前就是长平之战的遗址，这个地方呢就有10万个头颅，甚至有可能更多。已经来到庙里面了，这里不大，东西厢房主要是展示的长平之战的一些故事，长平之战的背景，以及长平之战结束后对当时局势的影响。在长平之战之前，秦国是当时实力最强大的，秦国如果要东出，赵国就是一个拦路虎一样，所以才有这个长平之战。因为当时只有赵国的实力可以勉强与秦国抗衡。在长平之战之后，东方6国已经没有一个国家是秦国的对手了。长平之战也是加大了统一的进程。长平之战后面结束了没多少年，就轮到了秦始皇来统一全国了。前方这座大殿就是骷髅庙的主殿，里面供奉的是赵括夫妇。赵括当时在修建这个庙宇的时候被封为骷髅王，后面到了明朝时期就把它换成了2尊塑像。尽管说大部分人把战争的失败归结于赵括的纸上谈兵，但确实它是有一部分原因，不是全部。因为当时赵国的综合国力
是比不上秦国的，对手呢又是战国4大名将之首的白起。因为赵国的情报工作没有做好，一开始的将军不是白起，后面换成了白起，他们不知道。如果说赵括包括赵国的情报能够好一点，知道对手是白起的话，赵括可能不会那样直接发起决战的命令、决战的策略。虽然他出使长军，虽然失败了，但是当时他还是给了秦国的重创。他当时带领赵国的军队突围了46天，尽管失败了，但是他还是受到了人们的尊敬。这座庙既然是祭拜供奉的那个赵括以及那些死去的赵国士兵，那么他们对白起那肯定是持反对意见，对白起呢比较憎恨吧。你看这里一个小房子写的是烧豆腐坊，为什么在这个寺庙旁边会弄一个这个呀呢？因为这就是一个寓意有关系。在山西高平这一带呢，大家都喜欢吃豆腐，那豆腐是什么颜色？白色的。然后白起呢，它名字有个白，所以他们相当于就是说，那么相当于就我们经常影视剧中可以看到的，我要怎么这个词我们不能说啊，但是就是确实能够了解得到这边的人对白起是非常憎恨的。白起下令坑杀40万赵国士兵之后，导致的结果就是赵国的男丁急剧减少，同时呢，赵国的很多女子啊失去了丈夫，小孩失去了父亲，父母呢失去了儿子，所以当时赵国对秦国以及白起啊是非常憎恨，后面可以说是同仇敌忾。因为白起之后又有人来攻打赵国，但是那个时候失败了，就是因为整个赵国他那个时候是同心协力啊抵挡秦国。那么白起呢，也是因为这些事情综合起来，以及他秦国内部的斗争，最终呢被秦襄王下令自杀。所以当时白起一去世之后，赵国是非常高兴的。我们说那个时候他们可能就放鞭炮。整个骷髅庙的历史就是这样的，一座建在40万人尸骨上面的庙宇，也可以说是一座建在数十万人头上面的庙宇。我猜想很多人晚上都不敢走这个地方，特别是附近的田野上面更不敢走了。